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兵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老汉推车行系列了哈。今天在我身后面这一辆是一个2015年的 manufacture，2016年注册的一辆 Kia Optima K5。那很多人一直误解啊，Optima K5 GT 又是什么车？那其实我把它归类成这样子啦 ，Optima K5 家用车 ，Optima GT 有 GT 的字就是一个2.0 Turbo， 然后就是性能的豪华房车，就好像你买 Civic 跟 Civic Type R 就是不一样的。这辆是 Optima K5 而已，它 GT 的话呢，现在市价比这辆高1倍左右的。但是如果今天预算想要找一个30多千、40千左右呢 ，D segment 的房车来买，但是又不想要买到德系车，又怕维修费高啊，又要贷款的车呢，这辆 Optima K5 还可以贷款一个5、6年左右的。觉得这辆车的性价比真的高。你看啊，3万多块的选择，你可以买到什么2012年的 Toyota Camry 啦、Accord 啊那些，毕竟啊年份就是王道哈。在我身后面这一辆呢，2016年啊，大概10年车左右，但还可以贷款一个5年，又这么新又这么漂亮，买回去不香吗？而且配置又高哦。很多人呢对韩国车的印象就是很多问题，那个是停留在2000年的时代，当时的确实很多问题，而且也不太多人会维修。如今2026年的网络资讯也是非常发达了，会修韩系车的人也是很多。如果你是把生人或者是 KL 人呢，我也可以介绍你我的朋友 Eric 啊，他就是专修 Kia 还有 Hyundai 的，他就是韩国车的 specialist 啊。我有问过他们 Optima K5 有什么通病，他就跟我讲，就那几个咯 ，aircon compressor 咯 ，catalytic converter 咯，其余都是问题，基本上引擎、变速箱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这辆 Optima K5 呢是之前有出现在我的频道过的。那之前我开上云顶，这辆车的车主呢就跟我买了 Elantra Sport。那这辆 Optima K5 也刚好卖掉了。从槟城来的客人呢，他直接把这个资料发给我，做了论之后，亲自下来看一趟车，看了 OK， 他才去签论了 Steady 啊，这位客人，这个客人真的是太好了，因为信任这2个字啊。这台 Optima K5 呢，真的它很美，除了那个轮圈，我就觉得长得不怎么好看而已啦。我还是觉得原装还是很好看的。这辆 Optima K5 是 facelift 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bumper 的那个雾灯呢，就跟之前小改款之前稍微不一样啦。我觉得这个 Keep 的灯很好看，它的辨认度非常的高。如果你想看我之前 walk around review 去看之前那个影片会比较 detail 一点。尾灯呢，这个形状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啦。前车主也在后面的玻璃上面加了一块小小的尾翼，然后有带刹车灯的，很精致的这个灯。2个门都有无钥匙进入，左门跟门锁。如果今天预算有一个3万块左右，你想要买一个大型豪华房车呢 ，D segment 是不错选择。毕竟它还是一个空间大、十足舒适性，而且内部空间也大，还有一个全景天窗。来，我们来打开这个引擎盖看一下，2000cc 的入税1年呢是380块左右而已。这辆车是配搭这一个2.0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。它叫 CVVL， 165匹马力，198个牛顿米的扭力，配搭这个6速的自动变速箱。一听到自动没有 DCT， 大家都会安心一点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问题的啦。车主也加了这个电压稳定器，其余之外都是原装啊 ，exhaust 全部都没有改过。你会看到这辆车亮这一个 engine check light， 因为呢 catalytic converter 阻塞了哈，这是这款车的其中一个通病。小事情还是可以驾得很顺的，可是动力就会少那一点点，这样子罢了。体脂还有2组的记忆座位啊，它还会退后，打着这个引擎。OK， 踩刹车看一下它的仪表啊，很好看的哦。OK， 我的椅子就会回来我的座位了啦。座椅的这个调整呢，你可以通过这个仪表这边去按 Setting， 然后你去到 Convenient Easy Access。如果你不想要椅子打开门之后会退后啊，你可以关掉。Normal 是正常的咯 ，Extend 是真的是推到很后面的，更方便下车。这方向盘 D shape 的，还有换挡拨片。内饰这些我不多说了哈。然后还有2张座椅通风。这个这么晒的天气啊，打开天井天窗是有一点笨啊，不过晚上的确不错的啊。在夕阳的时候或者是早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有这种天窗是特别的好，会影响我一整天的心情，会看到很亮很开心那种感觉啊。对于这个韩国车驾驶怎么样呢？我们进入到驾驶的环节 ，Let's go。
Alright guys， 我这一辆呢是一个2015年生产、2016年注册的 Kia Optima K5。那这辆车呢是刚刚也是卖掉了啦哈，所以在我这个频道以前有介绍过这辆车的 walkaround review， 然后有上过云顶啦。那之前上过云顶的那一辆是正好是这一辆来的，然后车主就 upgrade 了啦，那跑去升级买去 Elantra Sport， 然后就这个旧车就放掉。刚好我有一个非常信任我的粉丝顾客啊，就从槟城直接交资料给我，然后loan approve 了，他再下来看车，看了之后啊，多几天就可以拿车了哈。我们算它2016年好不好？虽然它是 manufacture 2015啦，我就算了2016年。这个价位哦，坦白讲哦，现在这辆车才30多千，还可以 loan，OK， 还可以 loan 一个5年，因为现在2026了嘛。如果你讲这个价位哦，我真的找不到有任何一个比它性价比高的车。那有些人买 D segment 的车哦，他们通常都想，我不要维修费高，我不要多问题的。那我不想买 Volkswagen 哦，那你不可以买 Volkswagen、BMW 那些，因为对他们来讲哦，那些维修的钱哦，还比 Myvi 贵就是了啊。OK， 因为很多人都是拿 Myvi 来比嘛。然后，其实 BMW 你讲很多问题啦，是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很少人会修 BMW、Volkswagen 的，然后就造成了很多人不会修乱修，而造成很多连1连3、3连4的这种问题。而现在时代科技已经发达了，网络资讯也是发达了，所以懂得修 BM 就是懂得了，不会差到哪里去，就是那几个问题而已，漏油漏水咯。哪个车不会漏油漏水？我问你，Toyota耐用吗？Toyota真耐用，可是我的 Camry 也是有。那个 head gasket 漏油了或 oil pan 漏油啊，一样的年份到了还是一样的，只是可能日本车会稍微的耐用一点点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 Kia Optima K5 的通病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不要说它的配置，通病一就是到了一个年龄，可能它的 steering rack 啊、drive shaft 啊都是要换，但是 wear and tear 的东西啊，我们叫做磨损啊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在很多 D segment Honda Accord 啊或者 Toyota Camry 上面都会出现的哈。OK， 因为车重嘛，然后你用的这个力量也大了嘛，所以就比较小微的，就是 wear and tear 啦。所以首先 sorry 啊，先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顶灯我拆掉了，哇，车主连3片啊，我拆到我半死啊，所以那个 gum 啊全部还在这边，会影响一点点的视线，但不过希望你们能够体谅一下啦。再来就是很多人说，韩国车电板很多出问题了，那个是在可能出现在 Serrato 或者 Forte 上面，因为它的电板可能太靠近它的引擎了啊，然后比较热一点。所以很多出问题都是在那种 C segment 的车，可是，在 Optima 上面呢，它的设计就没有这么靠近那个引擎了，所以那个电板就没什么问题的。你很少会听到 Optima K5 或者 Optima GT 会有那种电板的问题。再来就是 Eco Compressor 咯，因为这辆车的 Compressor 哦是它不像 Toyota 这样是走 magnetic 的，你在停着车的时候呢，它都比较冷啊，而反而这辆车在停着车下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冷气没有这么冷，走着的时候呢，冷气就冷了，因为它的跑法不一样。那 magnetic 在Toyota的 magnetic 上面呢，就可能就 compressor 在走的时候会有 cut off 那种声音啊，然后停下来 ，OK， 那这辆车完全不会有，它比较安静啊，所以是各有各好啦。可是如果你觉得停下车真的不冷，在走着在冷的话，我也觉得那个 compressor 也是差不多了啦，就来了的啦。OK， 所以缺点哦，这个。那还有就是 Optima 很般耐的，就是会亮一个 engine check light 啊，这个通常都是那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它阻塞了 ，OK， 但是没有问题的，还是可以加的，只是说可能那个动力会差一点点，然后踩大油的时候、高转的时候，它会喷一点白烟在后面，就是那个问题而已。那如果你有心要改exhaust的话，就一次过做完它啦，不然你就去换一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咯，就这样子而已咯。那其余上面我先所说的东西，就是它的通病不了。Eco Compressor、catalytic converter， 没有了，我真的没有话说了，这样子。来，再说回来哈，如果如今你有一个3万多的预算，你想要买一个可以 loan 的车，一个 D segment 的豪华房车，那配置相当不错的，我可以真的推荐这个 Optima K5， 因为你看啊，2012年的 Camry 2.0G 哦，它要卖一个3万多4万。你为什么不要去选一个比较年份新的2016年的 Optima K5 呢？因为它是一个韩国车，它的 logo 是个 Kia， 因为这样。可是我说回来，那些配置啊是 Camry
同一个年份没有的。第一个就是它的 memory seat 了，记忆座位要有2组啦，然后它的座椅呢2张前面都有通风，拥有这个换挡拨片，还有3个驾驶模式，所以通过这个方向盘按的哦 ，Eco、Normal 还有 Sport。是啊，这个是驾驶模式是 Camry 没有的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而且它方向盘是一个低型的，啊，很运动化有没有？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全景天窗，有没有？这个也是 Toyota Camry 没有的啊，现在有点晒，把它关掉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就是很多厂商忘记做的啊，可以放眼镜的收纳盒啊 ，Auto Deep Rear View Mirror， 是不是？看完这个整个车的配置，是不是觉得这个车的配置是蛮抵买一下嘞？还有就是我最爱的这个风琴式踏板，隔音也是相当不错一下啦。那唯一一个小缺点呢，可能它架起来的时候，它可能没有 Camry 这么感觉到低转的时候低扭特别的好哦。它的这个车要高转的时候才发挥它的这个扭力的。2000转以下，感觉这辆车好像不怎么爱去。它不像 Camry 这样，你一上车你踩一点点，那个车就冲出去啊！来，踩完还有 kick down button哦，哦，高转那个扭力不错。看来它的 Sport Mode 的情况下，它尽量维持在高转，但是你不爽的话，你还可以拨到去手动模式，用一下那个换挡拨片。啊，可是它的这个变速箱的换挡的逻辑跟它的顺畅度哦，都是偏向于舒适啦。如果你要 Sport 的话，这辆车就比较给不到你。你看我降档哦，它少了一点点的降档补油。如果再有补油的话，我觉得更加顺畅啦。这辆车越高转的时候，你越降档哦，感觉到那个顿挫感越强。反而你在3000转以下降档的话，那辆车会舒适一点。看降档，它的方向盘，它的换挡拨片的反应是挺快的，可是它的档位就偏向舒适啦哈。啊，对，还有电子手刹，这辆车喇叭也相当不错，它是6颗的这个 Infinity 喇叭。那前车主也为这辆车改装了一点点，加了2粒这个推特，应该是 2-in-1 的吧。很不错嘞，我感觉到那个车 spare tire 那边会有一粒 subwoofer 嘞，很不错哦，感觉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很抵买啊这辆车。当时它新车出来的时候，它竞争对手肯定是打 Toyota Camry 的，还有 Honda Accord 的。那当年的韩国车就像现代的这个中国车一样，它给的配置相当的好，真的给它很足啊。我有 memory seat， 你们没有啊？airbag 有6颗。Toyota Camry 不一定是有，因为它要看你买什么，越 high spec 的话给你越多啊 ，low spec 就给你2颗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说这辆车好开呢，我又不觉得它特别好开。你说它不好开，又不是不好开哦。韩国车哦，它给的配置是相当不错，可是它开起来呢，就那种中规中矩那种感觉，没有什么特性啊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这样子咯。如果你想要买一个代步车，你对驾驶没有什么要求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它该完成的工作它都做就完了。油耗方面呢，我觉得这辆车还挺 OK 的，蛮中规中矩一下。它油耗呢，我大概是做到10点多 liter per 100 km。如果这辆车打满的话，它的油缸比12年的 Camry 还更大，我打到大概60 liter，Camry 有50 liter 就满了。啊，60 liter 我现在行驶下来哦，可以看一下我的meter，我走了541公里左右。是时候要打油了，所以一桶油60 liter 走550这样啦，我算它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够力多一下，到了大缸一下，可以随时降档。舒适，真的很舒适。它的那种避震器是那种软中带钢那种感觉，还是偏舒适，可是它有少许的
有点模仿到 Honda 的那种避震器哦，感觉到。你讲它太舒适，又不是驾船这样哦，它有一点操控的哦，这样子还不错的。这个影片我已经试驾完毕了，如果你们真正想看我的这个 walk around review 呢，不妨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上云顶的话，我也不用做了啦，因为之前都做过了。总结来说呢 ，Kia Optima K5 哦，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车，它的性价比很高。缺点就是它的二手价跌得如此的惨痛，所以如果你们打算买二手的话，这是时候入手了，因为这辆车还可以贷款个5年嘛，看年份啊。可是你真的找不到这种价钱呢，买到这样的配置的、这样的空间的车啊！你要买到斯拉多也2万多块，2014、2015，那不如你 top up 一点点，你打算要现金买的话，不用利息嘛，你现金买的话，其实这个3万多块 top up 一点点啊，你就可以买到一个 D segment 的房车哦。真的跟斯拉多开起来不一样，毕竟隔音都好一点，车身又稳重一点，开高速又爽一点，对吧？Alright, guys， 我们就到了这边。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会不会对这一款车改观？我希望在2026年的现在呢，不要一直在说韩国车垃圾，韩国车不行。其实韩国车都很可以了的，配置也给到你，舒适性也给到你。可是你对驾驶有要求的话，我还是推荐你 BMW， 就要给多一点的维修费咯。东西是这样子，没有一个完美的车。你要省油就没有动力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要动力强的车呢，维修费稍微贵一点哦。你要便宜又有动力，哪里找？除了你买 MyV 啦。我希望这个影片呢，就是打破大家一直在对韩国车很多问题那种想象，没有二手价啦。对啦，真的是没有二手价，但是你买二手不是值得了咯？前面的人已经亏完了嘛。那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你们需要买什么车的话，想要买什么车可以跟我讲。我是 Android 爱的人，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 ，Goodbye。